我说我要把我的车开到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俄罗斯雅库茨克。你说你这车不可能。今天早上起来看呢，发现车底下有一点点漏油的现象。昨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俄罗斯的布什，也叫海兰泡住的这个酒店，昨晚上没有那个暖库，车就停在大街上。昨天晚上的温度呢有接近零下30度。之前我们在内蒙的时候，在外面收冻一晚之后呢就漏油，然后我们更换了一个那个变速箱油管之后就没有漏油了。但是今天早上这个现象又发生。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出发前往雅库茨克，预计在路上呢可能要花2天左右的时间。还没有找着住的地方，发现温度已经到达零下39度。今天咱们一定得找到一个有暖库的、有室内车库的酒店才能停车。今晚上咱们终于算是找到一个落脚点了，这是一个汽车修理厂，被中国的修车厂的老板给收留了，今晚就睡车里。这是咱们后座上的样子，一会儿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张床。我们把车后座的所有的行李都放到了副驾驶位上，成为一张挺不错的床。我现在就在距离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还有500公里的一个小城市，叫做阿尔丹。现在靠近雅库茨克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这边的城市的面貌就和之前在南边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城市是非常不同的。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些柱子上面都堆着厚厚的雪堆啊，看上去就像怎么呢？像那个中国雪乡的蘑菇屋一样。这里的很多房子的房顶上都堆着厚厚的雪。你看我身边这个积雪也有1人多高。这个雪累积一个冬天之后呢，在一些人不会到达的地方、不会清扫的地方，它就会特别的厚，看上去呢像棉花糖一样。我们走这一路都是走的俄罗斯的，相当于是国道，其实路况都还是挺不错的，住的人比较少，所以说车也比较少，感觉就没有那么的拥挤。但是越往雅库茨克走，冻土路段会越来越多，道路变形啊，很多的波浪路，一个深坑啊，就让你的车能够上蹿下跳1米多。现在离雅库茨克越来越近了，看这路边的风景，感觉就这个不就是什么冰雪大世界吗？雪国列车，之前没来到过这种地方，我都不敢想象它真的是有这样的场景。我觉得以前好像是在动画片里面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现在呢是下午4点半，天已经马上就要黑了。那我们到达雅库茨克之前呢，还有一段重要的一段路程，我们要从结冰的勒拿河上面开过去。但是因为咱们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不熟悉路线，有一条路呢是别人长时间用车开过压出来的路，这条路的积雪相对会比较薄，车比较好开过去。如果说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迷路了，会走入深雪区，我们的车有可能会陷车。我们已经开到了这个勒拿河边，对面这个亮着光的城市就已经是雅库茨克。现在时间是大概是下午5点钟，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现在比较幸运，就是说这路上还有比较多要过河的车辆，本地车，我们可以跟在这些本地车的身后，去走这个河面上结冰的这条路，这样就不容易迷失方向。如果我们太晚到达这座城市的话，路上没有其他车辆，我们很容易走进河面上的深雪区里面，从而陷车。跟着前面的这辆本地的大货车走啊，它也是要过河的。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河面上这些亮着灯的，都是冬天过河的车辆。夏天的时候，这些车过河只能坐轮渡。这底下就是河面，已经结了非常厚的冰了。结的冰啊，这不是铺装路面啊。雅库茨克不愧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这条河已经牢牢的冻死了，冻得已经不能再冻了。我现在就在这个勒拿河的河面上，现在只要有一辆大车通过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现在站在这个冰面上，能听到这个冰面有一点点丝丝炸裂的声音。会不会突然这个河面就崩开了，我就掉下去了？其实站在这儿是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条河面的，对不对？我们把这个雪刨开，看看这下面，看到了吗？这下面就已经是亮晶晶的河面了，被冻住的河面了，底下全部就是冰了。这上面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都是被路过的那些大车给压的，然后地上有很多冰面上的那种裂痕。如果说但凡天气气温没有这么低，我觉得这个河应该怕是承受不住吧。
这个路面上因为非常的滑，所以说不能急打方向，遇到有坑的地方你也不能紧急的去减速。我刚刚下来拍摄一个车辆行驶的镜头，我现在人走在这个冰面上，特别是那个有车从旁边驶过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那个车把我身边的这个冰面给压裂了，我会掉下去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而且这上面走起来非常打滑。冰河上的路面终于走完了，终于来到陆地上了。前面亮灯的地方就是雅库茨克了。现在呢是晚上10点钟，我在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雅库茨克的街头。我的头发、我的围巾、我的帽子上已经全部都结霜了。我的嘴必须一直活动啊，不然我真担心我的嘴被冻住了，必须一直活动。不然的话，我在室外会冻成一根冰棍啊！现在的温度呢，还算最近比较暖和的，最低温会到达零下40度左右。如果是就是赶上降温的话，能在下周啊，这边最低温会到达零下50-60度。所以说我们现在这几天在这儿呢，还属于运气比较好的。此时距离春节仅有8天，接下来我仅有1天时间，在雅库茨克做好车辆应对极寒的所有准备工作以及物资采购。如果7天时间不能够完成往返4000公里尸骨之路的拍摄，那么如果说在尸骨之路上过年，这应该算是我人生中有史以来最惨最难忘的一个年。这样一大瓶在俄罗斯接近人民币22块钱，在国内超市是不是也就卖6-7块？这个最离谱的是黄瓜的一斤到达了19块。受西方制裁高达几千次，俄罗斯人民现在生活的是否水深火热，物价水平到底高不高？去超市一探究竟。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雅库茨克，因为地面下面全部是冻土，所有的管道线都是从地面上走的。现在冬天连电线上都是很厚的积雪，让这根线看上去都是很重的感觉。我们明天预计就要前往这个尸骨之路，现在来到了雅库茨克的一个比较大的超市，采购一些物资。尸骨之路上面呢都是比较小的村镇，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多准备一点物资。来到雅库茨克之后呢，很多人问我，听说雅库茨克的车到了冬天都不熄火，到底是不是呢？我们现在看看我身后就是这个超市的停车场。现在这些车啊，基本上车上都是没有人的，他们车主都是进去超市里面去购物了。我身后的这些车啊，每一辆都没有熄火。俄罗斯被制裁了之后，很多大的国际企业都退出俄罗斯啊，所以可口可乐在俄罗斯本地生产的我都没看见有了。但是这超市里头有中国生产的可口可乐，这样一大瓶在国内超市是不是也就卖6-7块？但是呢，在俄罗斯280卢布，接近人民币22块钱，身价倍增啊，小伙子。百事可乐、芬达、美年达全是中文字儿，这些全是中国生产的。可乐在国内也就卖2块多吧，对不对？但是呢，在这儿110卢布，折合人民币的话8-9块钱了。肥宅快乐水，在俄罗斯喝这个肥宅快乐水应该快乐不起来吧？这超市里面也有很多进口泡面，我在这里看到了咱们熟悉的中国桶装面的身影。在国内应该4-5块一桶的面，来到这儿基本上都是3倍的身价，基本上我查了一下，都是在16块钱左右一桶。这个超市属于是水果蔬菜还是比较丰富的超市，但是基本上苹果和香蕉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人民币10多块一斤。这儿的蔬菜的品种也比较多，娃娃菜、茄子，然后番茄、黄瓜都有。这个最离谱的是番茄和黄瓜的价格，黄瓜的价格一斤到达了19块，番茄在16啊，茄子也差不多是16。这个萝卜上面印的是中文，直接是从山东寿光出口到俄罗斯的。萝卜来到这儿身价也是倍增，这个萝卜也得要人民币10多块钱一斤啊。鸡蛋的价格的话和国内价格差不多，折合人民币的话1块钱一个。他们这的生菜真精致啊，还带着菜根，像一颗精致的盆栽，保存时间会比较久，不太容易坏。这一颗生菜的价格是160卢布啊，折合人民币12块钱。俄罗斯的超市面包品种超级多，因为这是他们的主食。光头饼不错，俄罗斯特色的糕点170卢布，来一包吧。俄罗斯的面包普遍都不会特别甜，但是呢，大多数都比较硬。这个遇到坏人了能防身，晚上睡觉给你当枕头用吧。那也拿一个1/4吧。多拿点面包应该还是有备无患。这个面包厉害了，我用翻译软件查了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撒有糖和罂粟籽的面包。看到还有削好皮的胡萝卜，这胡萝卜它配吗？天哪，它居然还是
煮熟的。这3根煮熟的胡萝卜是77卢布，折合人民币6块钱。不过是因为快烂了吧？俄罗斯的超市里面的香肠区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这一整个货架还有这个货架，全部都是各种品类不同的香肠。这个是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 U 型肠，比较好吃的一种。这边的香肠啊，我刚刚扫了一下配料表，它主要成分是牛肉和猪肉，里面是没有一点淀粉的。这是俄罗斯香肠的一大特色，可以说你完全吃不到淀粉肠的那种粉粉的感觉，全是肉的那种很 Q 弹的感觉。这个香肠是110卢布啊，折合人民币大概24块钱，有400多克全肉肠。俄罗斯人吃面包喜欢配鱼子酱，这个看上去也挺真的，但是这个标签我刚刚扫了，这个是仿的鱼子酱，才80卢布。那这种就是真的鱼子酱啊，这个也不贵，也才180卢布，就是人民币10来块钱。牛排它都是腌好的，这个是每100克75块钱，折合人民币的话，1斤的话大概是20多块钱一斤吧。俄罗斯的牛肉罐头也是一大特色，这一整排的货架全部是牛肉罐头，而且这些罐头里头的添加的配料也是比较简单啊，保证一路上的营养摄入啊，多备点牛肉，这个开罐即食的纯牛肉罐头。这罐呢是245卢布啊，折合人民币的话接近20块钱。这些牛肉罐头的价格都是在200多300卢布，也就是10几20块钱的样子。接下来的尸骨之路呢，这路上也会有几百公里的无人区，所以说一路上补给物资会非常的困难啊。我们预计大概需要7天时间，所以我们准备了挺多的吃的。路上即使说车辆或者是说人遇到一些小困难，我们也能比较顺利的度过。